这么小的小不点是神兽？狂暴植物的攻击欲望似乎减轻了。看，沐浴到的植物似乎恢复了原本的模样，在月色下安静地摇摆着。啊，看来我们成功了！神兽的力量净化了花都的地脉。我以为如此巍峨的神兽岩壁，最终被唤醒的神兽会是个超级大家伙呢。这分明还是块小饼干啊！也许是饼不可貌相。好困啊！这里确实是花都，可是你们是谁啊？我们是……危险！快闪开！这股污染的气息，花都又陷入危机了吗？瞬间，好强大的力量！狂暴植物被击败，不，被净化了，和岩壁气息蔓延出来的时候被净化的花朵一样。这就是守护花都的神兽的力量。怎么回事？更多的狂暴植物出现了。我们分明已经唤醒了神兽，也亲眼看到金色的光芒净化了花都，怪物为什么还会出现呢？山茶花饼干，在你所探听到的消息里，有说过这种事吗？暂时没有关于这方面的信息。先解决眼前的狂暴植物吧。山茶花饼干，你也察觉了吧？花朵怪物不但持续出现，而且似乎变得更强了。的确如此。可是自腾蛇苏醒后，强大的净化之力遍布了整座森林，花朵怪物应当恢复才对。小心，体型这么大的怪物被击中的话非常危险。终于，狂暴植物的进攻似乎减弱了。啊，多亏了腾蛇饼干，守护花都的神兽这一次也守护了我们。总觉得有些怪异。随着腾蛇饼干的醒来，花都的情况似乎变得更差了。刚才的怪物甚至比腾蛇饼干醒来之前攻击性更强了，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说花朵怪物应该消失呢？还有，我好像从来没有见过你们。你们也是花都的饼干吗？我是金桂饼干，这是我的朋友山茶花饼干和梨青饼干。金龟饼干从很遥远的另一片大陆找到了能驱赶危险怪物的香方。我们猜想，守护花都的神兽在镇压着花都怪物，说不定这种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它同频。我们找来了很多材料，制作了香炉，一路穿过了险恶的森林，才终于到达了这里。香炉还差点被狂暴植物掀翻。当香气与神兽岩壁的闪烁同频到达最大化的时候，神兽岩壁释放出了让饼睁不开眼的光芒。那些被光芒照射到的花朵怪物都被净化了。原来是这样，这个香炉和你手中的香包都散发出令饼愉悦的香味，就是这股香气唤醒了我。在花都的传说中，这片土地是被神兽守护着的，因此我们猜想唤醒神兽应该就能解决花都的危机了。你说的没有错，守护花都是我的使命。还有远处的天空、茶谷、雪山，我和大家共同守护着蓬松米高大陆。你们这是什么疑惑的表情？难道只有我一饼醒来吗？我想，应该是的。什么？怎么会？等等，你们刚才说传说中，难道我睡了那么久吗？甚至这个时代，饼干们已经不再知晓我们了吗？腾蛇饼干，在你醒来之前，神兽岩壁已经斑驳不堪，失去了往日的光辉，应该真的是过去了很久很久。讨厌的家伙又出现了！终于，
暂时没有新的花朵怪物冲上来了。花都的地脉被破坏了。什么？可是我们已经唤醒了神兽。不，我只是解决了表面，更糟糕的事情在地下深处。如果不修复花都的地脉，还会有更多植物源源不断的变成怪物，很快就会卷土重来。很快？会有多快呢？也许天亮了就会到来。什么？远处的花都还是那样的美丽，建筑好像多了许多。看来我睡着的时候，花都的饼干们也在好好的建设这片土地。这是什么声音？是肚子饿了吧？正好花朵怪物也暂时被击退了，我带了一些点心，大家一起享用吧。这个时代的点心都这么漂亮的吗？你试试，吃得惯吗？太好吃了吧！是酥松香甜，香而不浊，甜而不腻，柔润爽口，清雅纯正的味道，太好吃了！花糕商人那里买的，真的有那么好吃吗？回去可以再多买一些。对了，我记得离青饼干之前拔出了很多木桩，似乎与地脉的受损有一些联系。你们看，就是这种木桩，不香的气息似乎还在，并没有因为神兽苏醒而消退。这股邪恶气息，感觉全身的面团都有些发僵。藤蛇饼干能深入辨别邪恶气息的来源吗？这是……怎么可能？有饼干正在……藤蛇饼干似乎非常惊诧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这股邪恶气息并不是天然形成的，而是来自于魔法。什么？唉，我也有过这样的猜测，真不敢相信，花都会发生这样秉性险恶的事情。什么？也就是说，花都的地脉受损不是意外，而是秉为的手段吗？我能感受到，这股魔法的力量源头就在花都城内的某处。经历了一整个混乱的夜晚，大家都很疲惫了。追查罪犯饼干应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，不如先回花都休息一下吧。藤蛇饼干，你和我们一起回花都城内吧。可以吗？我有些好奇，这个时代的花都饼干们，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哇，好热闹的街道！刚才藤蛇饼干觉得很好吃的糕点，就是在这里买的。老板，是金龟饼干呀！怎么样，我的糕点有没有让你们的冒险旅途舒适一点？当然啦，这酥松香甜，香而不浊，甜而不腻，柔润爽口，清雅纯正的味道，太好吃了。被金龟饼干这样赞美，真有点不习惯。你旁边的这位小饼干客人是？小饼干。我们在神兽岩壁顺利地唤醒了藤蛇饼干，作为守护花都的神兽，它和我们一起回到了花都城里。刚才的赞美是藤蛇饼干对花糕的夸奖。什么？我家的花糕竟能得到藤蛇饼干的夸奖，真是饼神有幸。刚从蒸笼上拿下来的糕点会更加美味呢。藤蛇饼干，你来尝尝这个吧。藤蛇饼干，藤蛇饼干，你没事吧？这花糕也太美味了！这就是我一直守护的花都吗？这个，还有这个，简直太棒了！哇，这个好吃！你也尝尝这个，这个也好吃。这就是我要守护的这个时代吗？真是个美食非常蓬勃的时代呀！
虽然知道腾蛇饼干是那么强大的神兽，还是会忍不住把它当成小饼干。老板，这些啊，还有这些口味的糕点，分别都帮我装一份。哦，好的。我们的新口味海底椰杏仁软糕还没有正式开始售卖哦，也装一些给你作为赠品吧。觉得好吃欢迎再来。虽然花都的危机还没有解除，但是不管怎样，可以先享用美食再去面对吧。看不出来，腾蛇饼干虽然是个小不点，胃口却比一般饼干还要好呢。山茶花饼干，借我一些金币吧，可以从月历中扣除。你也突然想买一些糕点了吗？信使应该饿了，他已经好几个小时没有吃过东西了。我和姐姐留着相同的桂花糖浆，我们永远是最亲爱的姐妹。那个老饼干在姐姐心中的地位根本不能和我相比。爷爷也为我们担心了很久吧，他要是知道我和姐姐已经和解了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那个离青饼干竟然把一片区域的木桩全部都拔除了。没关系，那些边缘的木桩已经完成了使命。虽然出了一点小小的纰漏，但是并不会影响我们最终的计划完成。说起来，最后那根木桩已经准备好了吧？当然，那股让生命力停止流动的魔法力量，即使是隔着箱子，也令饼面团发麻。只要埋下它，一切就结束了。我刚才感应到神兽岩壁那边，似乎发生了不得了的事情。看来金桂饼干他们还是成功了。我原本以为丹桂饼干能顺利破坏调香仪式，谁知道他竟然3言2语就被说服了，真是令我失望。复苏的神兽腾蛇饼干可能是个大麻烦，为免夜长梦多，我们尽快打入最后一根木桩吧。到时候，花都的地脉损坏，就无法挽回了。爷爷，为什么？谁在外面？是丹桂饼干。他想逃走，不能让他破坏我们的计划。抓住他！